币要7万多，可现在呢，你只需要不到1万5，是怎么样镜头在这几年跌价这么多？两颗镜头拍出来的透视感明显的相差非常多，只是跟同时代对比呢，它还是很明显的看得出画质上的优势。What's up, guys？ 你知道有颗镜头以前要卖到1500英镑，合台币要7万多，可现在呢，你只需要不到1万5就可以入手，是什么样镜头在这几年跌价这么多？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Canon 的24 mini f1.4 L2 这颗 EF 的老镜头，同时呢，它又是可以一颗拍出非常万用、非常好看的画面的镜头。24 mini 这焦段呢，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手机上的镜头，主镜头应该都是24 mini 左右，可能是23啊，或者26。24 f1.4 L Mark II， 手机一拿起来拍，构图、框景就是24 mini 大约的等效焦段。这镜头它优点在哪边？缺点又有哪些？我们今天就来实际拍看看，聊一聊吧。拍摄像这样非常具有历史轨迹的街边小店的时候呢，使用50 mini f1.2 L 镜跟使用24 mini f1.4 L 镜，两颗镜头拍出来的透视感明显的相差非常多。50呢可以使用非常近视人眼的自然透视，而24 mini 呢将会急剧的夸张了它的近大远小的效果。如果想要维持良好自然的透视效果的话呢，必须要谨慎的控制好拍摄角度哦。镜头大概有650克，搭配 EOS R 的机身呢，其实还算浓鲜合度。如果搭配像5D Mark II 呢，其实它 balance 更好。如果搭配小相机，比如说转接富士 X-T3 啊，或是其他 APS 机种呢，就会显得比较没那么匀称，会觉得镜头很坠手。这镜头呢，之前也常常拿来搭配 EOS R 放在稳定器上面，基本上还撑得住，就觉得电机负荷呢，在镜头这么重的情况下是比较大一点。这个镜头它的质量呢，就呈现在它的手感上面。整个机身设计呢，非常的扎实稳固。77 mini 的滤镜呢，对这样的定焦镜呢也稍微大一点，但是很多 L 镜也都是77 mini 口径的规格，基本上也算是互通易用。第一时间拿起来拍就觉得它的对焦非常的快速，安静无声，说得上算是手感很好的镜头之一哦。单纯第一眼看画质呢，以现在无反的标准而言，其实每个镜头都非常的锐利。而这颗 EF 曾经的锐利镜头呢，好像目前看起来也不会特别惊艳，反而变得普通一点。可是跟同时代对比呢，它还是很明显的看得出画质上的优势。在这个绝美的台北邮局夜景中呢，我们直接将 Canon 的24 f1.4 逐个光圈看一下它的画质表现怎么样。其实，在中央解析亮力部分呢，即便是1.4光圈全开，就可以获得非常清晰的成像咯。逐渐到了 F4， 它的画质明显的变得非常鲜锐 ，F5.68 都一样的让人家非常信赖。直到最小光圈呢，其实中间能够给我们的细节呢，都还是非常的优秀。使用最小光圈呢，也可以给我们意外惊喜。它的星芒呢，也是呈现比较稀疏的海胆状。而边缘画质呢，其实要缩到比较小光圈，到 F11之后才会将整个景深啊，以及它的细节呢，能够完整的呈现。最边缘呢，如果只缩到光圈8的话，其实还称不上非常明锐。可是呢，一旦缩到 F11之后，即便是最边缘呢，也可以呈现出非常细腻、锐利的画质哦。想拍一点星芒的话，记得把光圈缩到11.8。而这个焦段呢，可以让我们轻松拍进私人合照啊，或者是框取一些比较广的风景。同时呢，它在拍摄人物上也可以产生广角张力。当然，以人像摄影师而言呢，我是不太习惯使用24 mini 这焦段，因为在拍摄的时候，比较广的镜头拉伸感会让我们的四周啊、肢体呢得到伸展，很容易可以利用它的透视拉长效果呢，让人物的手脚变长一点。可是呢，如果把人物放到画面边缘的话，头就会有奇怪的扭曲变形。因此呢，我很少拿起24 mini 焦段来拍照。以往拍摄人像呢，都是习惯使用50-85的焦段。可是到了无反时代呢，对于镜头的使用，明显的焦段的感受有了改变。因为无反呢，可以轻松的使用 LCD 构图，取景方式呢，可以不用依赖着观景窗。其实呢，现在反而比较需要广一点的焦段，这样随手一拍呢，可以轻松的涵盖想要拍摄景物。所以呢，也逐渐的习惯了35啊、24这样的小广角的焦段的使用。这次使用24 mini 来作为影片、照片的拍摄，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实拍中呢，逐渐的肯定了24 mini 好用以及它画质特别的地方。这颗24 mini 2代啊，它的重量有650克，
不算轻，因此放在无版相机上呢，容易有头重脚轻的感觉。如果转接在富士机身上呢，就特别感觉到会很坠手，因为有环形超音波的加持呢，所以它对焦是非常快速的。不管是在拍照、录影上呢，都相当易用。它的对焦由于是 f1.4加上广角的关系，因此不建议使用在单眼上，因为单眼的相位对焦呢，可能对这种广角大光圈组合有一定程度的宽容度，它对焦起来呢不见得是非常的清晰。但是在无版相机上呢，这样的疑虑呢就一扫而空。无版相机直接由 CMOS 上面直接执行对焦，因此呢它的对焦精准度呢都符合期待，可以很容易的获得清晰的焦点。也让广角大光圈这样的组合有了实用性，因此推荐使用在不管是 EOS R 系机身上，或者呢 Sony 转接、富士转接呢，都可以有不错的效果。而这代 Mark II 它的特色呢，就是改善了它的指边那些色散的抑制。虽然说极限放大而言呢 ，f1.4 它的画质确实偏软。不管是它的周边啊，或者是它的色散呢，其实都还是相对的，对于画质而言没有正面帮助。你需要缩光圈，当然缩光圈呢就不是这个镜头的最大用处了，因为缩光圈的话，那不如使用 f2.8 恒定的变焦来拍摄即可。在传统的 EF 镜头上呢，它都有对焦开关，虽然说我们习以为常，可是新镜头呢，往往都不见得会将对焦开关标上去。在操作上呢，就会稍微不那么顺手一点。以操作性而言呢，这个镜头的组装品质啊，跟它的持握手感，以及它的造型设计呢，都符合我们对于 L 镜的期望。做工细致，左右对焦环非常细腻，同时又很方便快速的自动对焦。除了体积呢，对当下我们习惯使用无版镜头的搭配而言，有点太大之外呢，这个镜头都给我们非常好的使用体验哦。那讲到画质。其实一开始呢，我对于这颗镜头的画质是非常期待的。Mark II 的阶段，理所当然呢，应该有全方位非常细致的表现。当然，这是属于传统时代。可在实际使用上呢，就会发现，即便是到了2代，号称对于指边有很好抑制，但是到了100Hz放大的时候，在 f1.4之下，出现了可以看到的一些色边。当然，这只要在后置上简单的去除就可以了。如果使用 APS-C 的机种，比如说富士 XT3 转接的话，就会发现 f1.4 最大光圈在 APS-C 的高密度的画素观察之下呢，会显得有一点点吃力。可是如果是用全幅，还是可以撑得住，画质看起来不会特别糟糕。如果说到 1.8 的话，就会有所提升。当然，如果说到 f5.6、f8 会更漂亮。在最近的这几次拍摄的体验中，在特定的场合不适合移动的场景、船舱甲板上啊，这些场域，使用20mm 的广角镜头，能够在对于空间有限制的要求下呢，在拍摄人像而言，依然有很好的效果。它的 f1.4 的画质没有到极限的锐利，而在拍摄人像上呢，刚好也主肤使用，能够清晰的呈现出人物的姿态、神情、发饰等细节，可是又不会对于皮肤质感呢过多细腻的描写，而它相对也比较明显的暗角效果。在于人物气氛的烘托上呢，也有一定的帮助。当然，它的镜头的一些特性，比如说暗角、色边等等，都可以轻易的在 Camera Raw 或者 Lightroom 里面一键消除。在当下20mm 这个焦段这么普遍的情况下，如果还有谁愿意真的去买一支24定焦的话，那在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他对摄影真的有非常高的要求。因此呢，才会在这么普遍的焦段上，还要去追求大光圈所带来的画面一点点不同的质感 respect。然而，这颗镜头的环形 USM 马达对焦虽然十分爽快，可是，在录影的时候呢，它却呈现出很快可以对到焦，可是有时候又会有点迟疑的对焦转换的效果。在人脸对焦或者是抓取对焦点呢，明显的会比 STM 来的吃力一点。但瑕不掩瑜，只要我们在拍摄或录影的时候，很明确的用触控对焦告诉相机我们要对焦的点，这个镜头呢依然有很好的对焦表现哦。24mm 要怎么样才拍得好呢？相信啊，如果你拿手机拍得很好的话，24mm对你来说轻而易举，而且画质还升级了呢。简单而言，24mm拍得好，必须要掌握广角透视的一些运用。比如说，对于广角透视而言呢，它的恒定性很重要，因此我们要将画面尽量能够维持横平竖直，这样能够让观者呢不会有感受太多的歪斜。同时，它的广角透视明显的关系，画面中央呢维持着一定的自然观感，但是它四周呢就会有明显的拉伸感。我们如果在拍摄人物的时候，尽量避免将头部放在外围四周，并没有
自然的过度拉扯。可是相对而言，人物的手脚如果在边缘的话，拉长反而有一种优美的效果。怎样去控制并且利用它的变形感，我们可以重点训练我们摄影眼的部分哦。那如果是重度的画质控，想要充分发挥24这个焦段的优点的话，基本上在拍摄远景的时候要适度的缩光圈，而且在后置上呢，必须要仔细的对于逆光场景要记得消除它的紫边，这样一来呢，它的画面的质感就明显的更顺眼一点点哦。如果是拿这颗镜头来进行录影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利用它非常良好的广角透视，同时加上显景深，制造出一种非常亲切的立体感，好像人物呢就站在你面前那样子的感受。而且呢，它的耀光控制不是特别完美，在录影上呢，反而可以利用耀光呢来做一些很个性的背光的 lighting。但其实追根究底啊，它这个镜头运用最大限制呢，还是关于你的环境。当你是在一个非常优美、非常辽阔的风景，然后搭配人物拍摄的时候，这镜头随便拍都可以出非常美的图，可以在很有历史氛围、非常有肌理质感，同时有文化积淀的场域，比如说欧洲的街头拍照啊，这个镜头也可以让你张张美照。但是呢，如果换成台湾街头，这就是另外一个 story 咯。所以我常常喜欢运用带点压缩感的透视的焦段，比如说85啊、50这样创作者而言，体验到广角近拍以及用广角拍人像呢，都会有一点点不自在，太喜欢带这个镜头出门。这时候强迫自己使用一些不熟的焦段，去从中发掘它的优点、它其他可能性，挑战一些没有用过的构图手法，用不同的视角看世界啊，这是摄影的乐趣。以往对35mm不熟的我，也逐渐强迫使用35，而逐渐的爱上这焦段。以往对于24mm常常使用，但是却拍不出精彩画面的话，那也比照办理吧，就一直用24拍下去吧。说到24mm镜头呢，以前最早接触的时候呢，是在学生时代，当时看到 Canon LensWorks 里面有着第一代24mm的示范图，强调使用了研磨非球面镜片，所以它夜景的点光源拍起来呢特别漂亮。可是呢，当时因为是学生，所以入手的是 Canon 的便宜的24 f2.8 的版本。自此之后接触到镜头呢，都是24mm起跳的变焦镜，比如说 Canon 的2470啊，因此呢就不会特别在意想要去使用24mm等效的定焦镜。短暂呢也有使用过 Sigma 的24mm f1.8 定焦镜，是最早体验到广角大光圈的感受。但是它的对焦啊操作体验并不是非常的理想。像这样的广角大光圈镜头呢，在以往单反的时代，可能不见得能够发挥它全部的实力。可是，在无反时代，透过转接 EOS R 以上的机种，都可以很好的发挥它在24mm f1.4的威力，来营造近似于中片幅的空间感。至于在录影上呢，它更符合了我们现在对于镜头广角的需求，很自然的利用比较广的视角去捕捉Vlog 的内容啊，而且同时可以呈现出前景深，呈现出吸引人的背景模糊。而它的f1.4的优点，如果可以搭配一些 ND 减光镜的手段，比如说这次尝试使用 Canon 插入式滤镜的转接环来使用可变 ND， 影片的动态呈现上会变得更自然，来降低画面快门速度，来获得比较自然的动态效果。这些小小的技巧，24mm录出来的影片视角非常的自然，同时又具有点电影感的。但是加入了插入式的 VND 减光镜，它的画质呢却更进一步变软了。因此要使用光圈全开，同时加 ND 减光镜的情况下，它的画质可能会稍不如预期。如果真的要追求非常锐利的画质的话，或许可以考虑恒定光圈的24mm起跳变焦镜，能够带给你锐利画质，却不见得能够像24定焦一样带给你充满韵味的回味无穷的特有风情哦。定焦镜是带给你充满光学特性的氛围的画面，还是略微有格调一点。这个镜头呢，确实不是我出门会带的镜头，但是如果强迫自己使用，依然可以从这个焦段呢感受到一点点摄影的乐趣。如果有用到广角加上大光圈的镜头的需求的话，不妨可以考虑看看 Canon 的24 f1.4 Mark II 这个镜头哦。Right, see you, bye.